小矮子，明天晚上30秒 KO 你。哦，我最不喜欢说我个子矮，小矮人。明天我打你嘴巴。小伙子，别嚣张，别看我个子小，我命大了。明天晚上照样 KO 你。他是小小身体爆发出大大能量的河喜格图。别看身材不高大，但是在擂台上的光辉无法抵挡。他拥有着草原狼之称，作为老将精神的代表，他在赛场上多用灵活的移动和摔法战术来击败对手，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而且也是多次喊话方便，说30秒就能 KO 方便。但目前来看，我们的死神方便还没有和对方应战的准备。那今天这一场呢，其实是国内比拼啊。那今天与河喜格图对战的是来自格斗兄弟俱乐部的王秉印，一位年轻小将。擂台上的他主攻速度快，步伐非常的灵活，能很好的掌握比赛节奏，而且他的腿法也是非常的重。那这次面对河喜格图这位实力强悍的老将，在赛前王秉印也很是不客气的喊话，对手是小矮子，还说30秒 KO 人家。王秉印，我只能说咱听话呀，不学小棒子他们赛前嚣张挑衅啊，老实的打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中国选手河喜格图，他身材确实是不够高大，所以也不喜欢被这么叫啊，也是霸气的回击，说会在擂台上打耳光教训王秉印啊，教训我们的小朋友。也表示啊，别看年纪大个子小，照样会 KO 他。那没有想到这国内的火药味儿也十足，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比赛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头发上有一绺红色的是我们的河喜格图，而短发就是王秉印。在比赛一开始上来，河喜格图马上展现了他特别灵活的步伐啊，开始绕着龙边跑。而王秉印则是占据了中间位置，但是目前来看，河喜格图是想将王秉印抱摔啊，但是没能成功。这个果然啊，王秉印他的核心力量还是不错的，而这个河喜格图他也确实是擅长用他的摔法来击打对方。那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战斗如何。在开始之后一直是在外圈进行游走。相信这场比赛之前，王秉印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身高和臂展优势进行全面的备战。是的，但是呢，绝对是不能轻敌的。错，河喜格图呢是中国的传奇 MMA 老将，他除了自己在做格斗的多年的征战之外呢，也是创立了狼牙格斗俱乐部，是带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没错，我们看到河喜格图也是身先士卒啊。在比赛当中也是有非常强势的表现，希望能够给弟子去做一个好的榜样。是的，那王秉印还是呢凭借着自己非常高的身高和臂展，的前促。王秉印呢是一个反架，河喜格图呢是采取了正架，一直也是在用自己一个很大的臂展去进行这种距离上的控制。其实我们说到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从开始到现在，王秉印一直是占据主动进攻位置的，主要是因为这场比赛他一定得拿到 KO 才可以啊，必须得去 KO 对方。正因为这场比赛呢，王秉印他是超重协议参赛，所以他必须得去 KO 对手，不然的话他怎么算都是输的。所以王秉印如果这场比赛不想输的话，就只能有那一个办法。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王秉印是否可以啊拿下这个河喜格图。更加的主动。这场比赛其实呢，对于王秉印来说呢，他的压力在于赛前的称重超重，所以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没错。那当然，身高和臂展是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对于打击摔跤手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重心，否则的话被对方进行下体抱摔是非常难受的。是的。因为在比赛当中呢，你要么就特别的远，要么就贴身，这也是留给河喜格图是两个维度的这种优势。这种优势呢，就是说自己的爆发力特别强，从远距离呢直接打入的这个能力也是相当好。而且永远不要小看这种摔跤手的近身反拳，老将的老拳没错。王秉印还是显得非常耐看，这就刚才的操作了，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好的，
但如果说是真正让赫奇科图是摸清了全路的话呢，王秉义要非常小心。王秉义依旧在主动进攻赫奇格图，而赫奇格图现在是被王秉义一点一点的给逼退到了龙边。哦吼，两个人刚刚的一个对攻拳啊，哇，打起来非常激烈，两个人现在可以说是完全谁也不让着谁啊。赫奇格图一击重拳啊，成功将王秉义给击倒，两个人再一次开启了新一轮的缠斗。视野盲区的，没错啊，而且刚才的袭击也是瞬间失衡，赫奇科图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会效果更好。是的，现在的赫奇科图呢，已经是摸清楚了王秉义的基本的一些的拳路路线以及身法路线，所以说你看到赫奇科图节奏上来，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没错，下潜抱摔，我们看到会放倒吗？搭扣已经是搭上了，是很有可能开。哦，来到了赫奇科图比较擅长的位置。还是那句话呀，长怕搂腰。上位，赫奇格图这回是成功找到机会将王秉义给摔在地上，但是两个人现在目前的姿势啊，没有完全的形成一个压制，所以王秉义在坚持着，而这个赫奇格图也在努力找着一个适用的发力点啊，来将对方完全的压制住。王秉义也在拳法进攻对方，两个人再次挣扎，成功解脱。王秉义这个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哇！刚刚的那一个飞膝啊，其实还不错，但很可惜被这个赫奇格图直接给半摔啊！两个人是直接顺势来到了地面上。哎，这个王秉义他的整个人的挣扎，他整个人的力量还是说非常可怕的啊！因为每次都被赫奇格图给压在地上之后，迅速的起身。让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比赛，剩10秒钟。是的。那么王秉义，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比赛。是这样，对于王秉义来说的话，时间是他最好的敌人。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刚一上来，赫奇格图的进攻欲望还是依旧非常强烈，而王秉义也不甘示弱啊，连续的拳法跟对方来回的互拼啊，互换拳。那在第2回合，双方的进攻架势明显要比第1回合更加强烈一点。没事，在有着这么巨大的身高和臂展的优势的情况下呢，切记，我们不能说着他去轻敌赫奇格图，切记把这种优势真正当成自己的绝对优势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看到其实他可能不能像之前打刺拳、打衡量距离这样去试探，因为毕竟他赛前超重，必须终结对手。是的，更不允许有半点的犹豫，一定要更加的坚决。是的，赫奇后手，现在还是看。这就是慢慢王秉义也开始加速，是毕竟还是要终结对手才能拿到比赛的胜利。是的，赫奇格图呢，在第1个回合，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抱摔是成功，但是呢，那一轮的抱摔呀，对自己的体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好的，这个抡板这种短促的发力，应该也是往往赫奇格图爆发性最强的。是的，是的，是的，边退边打，没错老将。这场比赛，王秉义他非常的利用他自己的身高优势啊，来去进攻着赫奇格图。但是赫奇格图作为一个老将，他有着非常灵活的步伐，以及他非常经验多的头脑啊。面对对方的进攻，他知道该去怎么做防守，该去怎么进攻。所以看到他刚刚虽然说是在后退，但也一直的在做着进攻。的一个体能的储备，因为对于老将来讲的话，时间越长，他的体能储备下降可能也是的快。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体能储备，不是说是赫奇格图会不会到后面就没有体能，是的，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这种体能还能不能够维持让自己拿到优势的这种高频的移动的这种体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频移动，包括反击，包括像对手的预判，都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体能储备之上。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从场面上来说的话，赫奇格图尽管在外圈，他其实比对手更累。是的，连续打击。如果以赛车的角度来思考呢，那就是赫奇格图是一个非常善于弯道超车的这样一位选手。没错，好的，连续的打击。我们能够看到确实23岁的年轻战将王秉义他的拳击的基本功是相当强的。是。手拿得很低，也是对自己的打击有很高的自信。小心非常小心的，因为赫奇格图这个赫奇格图连续的击打王秉义，也我刚刚看到这个赫奇格图直接给了王秉义一个巴掌啊，也是应了他在赛前说在擂台上要打王秉义的这一句话。
而王秉义呢，面对对方的进攻，先是防守，再发起反击，不停的点刺，不停的在用远距离对赫奇格图进行进攻。哎，这就是赫奇格图。那么王秉义呢，对于这种的打击呢，虽然有可能自己是有格挡道，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冲击力，包括这种势头，那算不算是有效打击呢？也都是包括这种我们的拳套呢是非常的薄的，是也有多场的比赛啊，有可能这个拳套有挡住，但是的这种震荡力呢还是非常可怕啊。毕竟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比赛的好的打击穿透力也是很强啊。这一回合赫奇格图其实也是加强了自己对于对手的身体包括头部的这样一个脸。王秉义再次将赫奇格图挤在笼边，赫奇格图想摔，非常漂亮，这一下是直接抱摔对方。那没有想到啊，这个赫奇格图确实身材真的可以说是矮小，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力量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将王秉义比他高出那么多的选手可以直接抱摔在地。而现在王秉义是只能将对方用腿给锁住。现在赫奇格图想进攻的话，确实有点困难，两个人在地面上开启了新一轮的缠斗。而且在现场呢，也是面对老将呢，表现出来啊自己这种非常沉着的心理的成熟的程度。没错，我们看，尽管是在赛前放话的时候放得非常的凶狠，但其实到了比赛当中，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沉稳的一面，兵不厌诈。没错。10几秒钟的时间，上位的砸拳，我们看赫奇格图在争取自己更大的优势。是的，现在赫奇格图也是不知不觉的把比赛推到了死亡卡角的垂直压制痛处。没错啊，不要忘记这是一位37岁的老将。现在看到是，看到第3回合开始。看上之后，王秉义想要起飞膝。是，毕竟还是要注意，因为对于矮个子来说的话，高个选手的这个膝击也是非常难以去防御的。是的，连续打击拳罚。第3回合开始之后，王秉义依旧延续着前2个回合的战术将这个赫奇格图一直挤在这个笼边来回的乱窜也不能说乱窜赫奇格图也是一直在寻找着合适的进攻机会。只不过是王秉义面对着如此灵活的选手他可能只能是先在步伐上逼近对方，然后再打出他的拳法。王秉义也是加强了腿法的进攻。其实刚刚在第2回合王秉义倒并没有用很多的腿法。确实如果是单纯的从这个 ITF 的体系来说的话，王秉义的腿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代表性，可能更多的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正蹬刚才赫奇格图有一个推打的组合，是身体头部打击。确实距离上来说的话，还是王秉义占了很大的优势。是的。赫奇格图还是非常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前手。是。王秉义我看到加强了自己的密度。但是赫奇格图对于对方的这个拳法的摇闪，包括像摇闪的瞬间去打反击的这些状态是非常的好。是的。我现在看到赫奇格图还是不停在以退为进，采取游走的战术。那么王秉义呢，他的拳法特别是前手刺拳也是相当的精准。为了去拉近和对手的距离，我们确实能看赫奇格图连续的摆拳，还是想抱摔王秉义。现在是直接拿出腿，哇，漂亮！再配合着半腿又再一次的将王秉义给压在了地面上。王秉义本来是拿住了对方的头部但是他自己的力量也不太够，而且呢角度也很刁钻，所以也是直接松开了手。双方又是像第1回合一样就是半压制不压制的一种状态。相对来说是坐姿手臂也很长。接下来的话，看一下赫奇格图该如何去完成地面上的控制。确实呢，正像是刚才我们提到时间对于王秉义来说是最大的敌人。没错这边的话，赫奇格图可以去打得更加耐心一点。毕竟在比赛之前这是第1次，他知道自己这场比赛最后获胜的方式。王秉义我看到想起身，但是赫奇格图呢还是不给王秉义任何起身的机会。好的，拉，再次抱到腰部，连扑带打赫奇格图也是破釜沉舟了。没错这也是多年比赛当中对于比赛当中能够去锻炼出的这种交感。其实如果2个人从身形上来看如果说是到未来我们 JCK 战局城我们所有的拳迷到现场来看比赛的时候，如果看到这场比赛现场看，你们会知道2个人呢真的好像不是差了1个公斤，好像2个公斤。王秉义现在是完全可以挣扎起身，
而这个何许格图再次向前压制对方啊。刚刚那一下呀，我感觉差一点又把这个王秉义的裤子给拽掉了。而王秉义面对对方啊这个特别粘人的摔法，也表示很无奈，所以也一直的在用拳来进攻对方的头部，想以此来打开对方的压制啊。何许格图发挥好，好的，这是成功的执行了压平的压制战，再一次的又双手撑地做了起来。由于第3回合来说的话，双方身上都出了大量的汗，比较湿滑，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何许格图想要完全控制王秉义也不是那么是的啊。刚才有几次是从这个对方的身体当中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呀，两个人摔跤这控制人怎么去形容呢？就好比是在一个泥泞的池塘当中去捉一条大鱼。没错啊，还是这种大泥鳅。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何许格图现在还是紧贴对手，挤压对手的一个移动的空间，不给对手任何的这种输出的指令。是的，王秉义现在确实杨洪刚刚在场外喊没有时间了，是确实，时间现在是王秉义最大的敌人。那么何许格图呢也是深知这一点，这是因为毕竟他在比赛当中占据了巨大的体型优势。是的，老将的这种坚韧不拔的。何许格图不愧是最爱用摔法战术的一位选手啊！这一次呢还是想摔，但是被王秉义直接给抵挡住了啊！现在是王秉义成功的将对方给反压在下面啊！这也是这场比赛当中王秉义可以说是第一次完全的将何许格图给压在下面进攻，但是他也没有找到一些特别好的进攻角度啊，只能是用腿法来进攻对方。好的，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是最终打满了3整个回合啊。那在一开始我也说了，王秉义这场比赛必须得去 KO 何许格图才能获得胜利。那很显而易见啊，他并没有能去 KO 对方，所以这场比赛呢，何许格图还是以点数来获得了胜利。那在比赛的最后的那一个时间里啊，双方在地面上缠斗的这一个时间里面。何许格图呢，可以说是差一点把对方的裤子给拽了下来。那从最开始两个人的战术呢，何许格图就一直采取了一个消耗战术吧，可以这么说一直的在绕着龙边跑来去消耗王秉义的体力。而王秉义呢，他其实也是占据中间的位置，在步伐上逼近对方，只不过他的每次拳法以及他的地面上没有对方可能更加有利一点，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没有能去 KO 掉对方。好的，那是我们国人之间的对战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恭喜我们的何许格图一位老将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那本期视频就先看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注意看，俄罗斯世界冠军在开局2分钟里就被中国奇迹女孩连续暴揍，最后只能跪在地上痛哭求饶。好的，朋友们，今天这一场是中国对战俄罗斯。那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今年20岁，有着13战全胜的一个战绩。2018年在捷克呢，也是凭借着敢打敢拼的精神，战胜了 WKO 世界排名第2的马赛克娃，也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奇迹女孩这一个称号。那今天与他对战的是俄罗斯的选手战斗民族的伊丽娜，今年35岁。习练中国功夫多年，他也是作为一个双刀选手双修的是搏击和 MMA，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也是卯足了劲儿，说一定要打败我们中国选手。这个女选手他们发起狠来好像也非常的强大，所以这场比赛我们李明蕊也是毫不客气表示一定会把对方打出中国，而让他知道你就算习练了中国功夫，但在中国的地盘上还是我们中国人最厉害。好的，那比赛开始，让我们期待李明蕊的精彩表现。那可以看到穿着黑色背心的就是中国选手李明蕊，红色则是俄罗斯的选手伊丽娜。这场比赛我们中国选手在身高臂展上面要不占优势对方比他高出能有差不多10厘米所以哇漂亮
这刚介绍啊，我们中国选手反身啊，马上一个转身边拳，直接第一次就击倒了俄罗斯的选手啊，也非常的霸气。这场比赛我们中国选手也是做足了准备啊，一定要跟对方一较高下。这个转身边拳太漂亮了，但启动速度要比对方快很多。再来一次，对方已经防住了。好的，前摆拳命中了，后直拳命中了，连续的后折，糟糕，状况不好。第二次读秒。我们的伊琳娜上次在中国比赛是被这个瓦伦蒂亚给 TKO 掉的，这一次呢竟然能够被李明蕊给2次强毒。是，李明蕊抓住机会，看看能不能第一回合结束比赛。是有可能。后直拳命中了，没打出力量。那可见的后直前摆，后摆，伊琳娜目前后直拳太差了。啊，这空有身体素质，但是呢，哎呀，糟糕，但是拳法的空档比较大。是，李明蕊抓住机会，又是命中了。在两个人的互拼拳法过程当中，中国选手的拳法要比对方更胜一筹。虽然说我们的个头以及臂展没有对方有优势啊，但是打出来的拳法呢，只要能打进内围啊，必定是重拳出击。看来这个俄罗斯选手在这场比赛啊要吃大亏了。像赛前这个方面问我，就对方爆发力怎么样？我觉得跟你说这个爆发力，其实我以为他有力量，但是爆发力不是练套路的，应该爆发力很好，而且柔韧性很好。哎，有点慌，有点慌，站不住了，机会，再一次，啊，应该 TKO，只要再命中一拳，即可结束比赛。是。好，对方用搂抱这种形式来拖时间。在场下的教练是我们的任凯琳。好，第一局时间不多了，是一定要拿下来。糟糕，还有10秒，不然的话就要拖到第2局了。是。哎，好的，没有命中对方的下巴。现在是第2回合，那一上来双方还是稍微比较谨慎啊，但是我们中国选手按耐不住想进攻的心，所以呢马上往前去进攻对方啊，连续的重拳。那看得出来，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可以说是女子当中的重炮手啊，这连续的重拳打出来，真的一点都不弱于我们中国男子选手啊周薇，这个重炮手真的是不相上下的感觉。好壮，可会吓一跳，就心里会有压力。对，而且是以小打大。这个李明蕊这个拳，果然是这个河南省的拳击冠军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对，比赛拖到第2局，然后如果想以 KO 方式结束比赛的话，可能还要2次读秒。目前这个身为河南拳击冠军李明蕊已经开始在自由搏击擂台找到他自己的风格。是。其实他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特别拼。对，从头拼到尾。而且这几场比赛开始了，这个有进有退。是。这个开始头脑非常清晰了。好，李明蕊现在其实可以打得再从容一点，因为在第1局当中拿了2次独霸。是。比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现在就要抓住2次独霸，第1次扣2分，第2次扣1分，所以第1回合就是10比7。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选手，虽然说作为一个世界冠军，但是我们刚刚李明蕊啊又是一个转身边拳。再说回这个俄罗斯选手，他作为一个世界冠军啊，被我们中国选手打到是丝毫的不敢怎么往前出拳啊，就看他打出来的拳法呀，一点都是那种软绵无力的感觉啊。但是我们李明蕊倒是不会看到对方这样就惯着对方，所以也还是继续的重拳出击。那每一拳可以说是拳拳到肉。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方式不对，空有这个身体素质。啊，他教练你说没继续吗？也有，他教练是1980年代的世界冠军了，身体素质真棒。是。打完被对方反击了一个，自己还会后退。是。这个我们的伊琳娜也做命中了 ，MMA 其实打得也不错。前摆拳，后直挂前摆，是加后摆。哎，李明蕊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感觉了。今天伊琳娜她都没有用她的腿，其实她转身后摆是相当强的，在打 Gloria 差点击倒对手。其实她的拳法是她的特点，
因为他有拳击的功底。我刚刚说是南方选手都没有用腿，光跟对方拼拳，是啊，他拳没有李明蕊好啊。现在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第3回合。那上来之后看到这个俄罗斯选手好像第2回合感觉他的那个劲儿缓过来了，所以一上来呢就对我们中国选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想找回他作为世界冠军的颜面。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回合我们中国选手的体力好像是用不完一样，连续的跳膝、转身边拳，一直控制着比赛上的节奏啊。刚刚也是看到了这个龚艳丽在台下一直指挥着李明蕊。那今天的解说在他旁边也看到了是死神方辩啊，都是非常出名有实力的搏击运动员啊，所以他们也是在台下为李明蕊加油助威。现在已经是李明蕊的时间了，是，现在南表方选手只演的时间了，能游走，对，但是呢，他也没有躲掉对方哎，拳的转身做了一次，为时已晚了。对，这个时候体能下降到这个技术动作可能并不是这么完整了。对，不然其实这个南方选手的转身后摆踢啊是很重的。是。要注意一下，开始用腿法了哦。再来一次啊！比赛时间现在还剩1分半，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选手啊，打到现在呢，一直被我们进攻啊，打到他的体力也所剩无几，所以呢，他每一次的腿法进攻啊，虽然说有踢出来，但是效果真的丝毫不见啊，因为他的动作已经开始变形，因为他的体力已经不支。那反观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啊、非常有活力的一名选手啊。虽然说两个人的确是有着年龄差的这样一个实际差距在，但是他也丝毫的不弱。有了清高这种选手，他应该很有自信，应该是有自信，然后用力量去压制对方，是，结果都没使出来，去吃掉对方。对，就完全被李明蕊吃掉了。好，前摆。转身那个角度也不对。看来李明蕊其实也累了，是想要在第4局 KO 对方获胜，可能也很困难。我们再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南方选手他的后直其实把手臂伸出去而已，肩膀跟这个腰的力量都没有进去。对，我们看到一般真的是女子选手很少见，然后对方这个肌肉。这个线条特别漂亮，是，而且有腹肌哦。对。现在比赛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对着对方的脸啊，就是一顿猛攻啊，也不怕给对方直接打毁容。好的，现在3个回合，最终比赛结束。看来这个俄罗斯选手啊，他这个世界冠军啊，不知道到底怎么来的，只能说是我们中国选手比他更强。那这场比赛呢，虽然说没有出现 KO 的场面啊，但是这个很明显，俄罗斯选手最终如果不是这个比赛结束的铃声救了他的话，我相信就刚刚李明蕊的那一套组合拳，很容易就能直接 KO 他。所以那也没有关系啊，最终裁判判定呢是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啊获胜，恭喜李明蕊。好的，那本期视频也就先看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中巴2大 KO 之王相遇，战火一触即发，就看到底谁先送谁回家。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是中国的蒙国东对战巴西的猛兽维克托。双方都是有着100%终结率的悍将，在赛前也都放下狠话，说一定要把对方干趴，延续自己的不败战绩。那今天这场比赛双方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那我们话不多说，来看比赛。非常显而易见啊，穿着红色短裤是我们中国选手蒙国东，黑色则是巴西选手维克托。那双方一上来都知道对方有着非常不俗的实力，所以呢也没有马上发起进攻啊，都一直在拳腿试探。下2场 TKO 胜，然后上一个月呢，他打了一个日本人，也是一样啊，直接把日本人给 KO 掉了，对方丢白毛巾都。
在白毛巾还没落地的时候，他就把对方 KO 了。漂亮！刚一开局，我们中国小将就一记重拳将对方击倒在地。那看来这个巴西选手在这场比赛要多小心了，因为两个人都作为一个 KO 之王，只要稍不小心，就一定会被对方给终结。所以我们中国选手蒙国东啊，在这场比赛也是先发制人啊，打得非常猛。跟我们这个孙文强打过，手被孙文强给踢伤了。这个时候维克多一定要这个时候蒙国东一定要冷静下来。对。不要大意，不要把这个防守漏下来因为这个维克多我看还有反击能力。是，而且在泰国他是打缠麻的，所以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对，还有对头部的防守，包括整个节奏也都拉下来。但是蒙国东给他喘息的机会啊，压得很紧。接着蒙国东猛虎出甲。然后蒙国东如果打赢之后啊，他会有2句话，蒙国东他会说我回来了，那最后一句全世界没有人听得懂。那句话呢，就是我的状态可能会来迟，但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看到吗？这小子非常的逗了。开始打腹部，对，有效果。两个人的互攻环节，我们中国选手明显是占了上风啊！面对着我们中国选手的进攻啊，巴西选手他即使是眼中生恨，但是依旧是无可奈何啊！因为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进攻，他要不然只能做防守，要不然就是默默承受着我们的重拳。那维克多说了，他巴西跟泰国最大的不同是，他在泰国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好好的训练，在巴西没有办法。是，那边环境比较差一点。对。然后蓝方的教练叫他一直站在擂台的中央，但是顶不住啊，因为蒙国东的这个攻击力太强了。而且这个蒙国东打得很冷静，他会不会换一个比较短一点、比较响亮一点的台词？现在第2回合一开始，中国选手又马上发起了腿法进攻，而这个巴西选手啊也是不甘示弱，毕竟是有着不俗实力的一位，所以面对我们的进攻，他也马上反击。那第2回合看看双方的表现如何啊？不知道这个巴西选手是否还像第1回合一样啊，被我们打到无力反击。蒙国东刚刚一边退一边出腿啊，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他对着出了一拳，又对着又出一腿，上下结合的很好。是，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对，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是，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是，控制距离也控制得特别好。是，然后对手的协调性就没，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是，你稍微要僵硬一些。对。其实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打出感觉来之后呢，怎么打怎么有，是，就很自如。对，况且还有轻重缓急。对，有虚有实，有轻重有缓急。现在两个人连续的互换着进攻啊，看得出来这个巴西的选手好像第1回合并没有完全的能影响到他。所以呢，在这一回合看得出来，他的拳法如第1回合一开始一样啊，也还是打出来非常重的。那看得出来，他这一回合也是卯足劲儿，是想为自己赢点数回来，或者说是想去 KO 我们中国选手。不能缓，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是，不能缓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体力去压迫他。体力。他可能第1局冲的比较猛，然后体能现在有了一定的那个影响，需要第2局调整一下。那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调整啊，不能长时间的这样。蒙国东赶快压回去了。蒙国东点打得很准，但是呢，他力量有点下滑。力量下来了。蒙国东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拳打得很准。对，很准。然后接下来用什么方法去打到对方？再重新去组织，去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擂台上的一个天赋，一个经验。加强进攻了，加强他的力量。
离第2回合结束还剩不到30秒的时间，双方呢在力量上也都有所加重啊。那看来这个巴西选手还是不死心，所以我们中国选手啊，每次进攻对方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他的战术一点一点在转变啊，有的时候他会先引敌深入啊，再出击。要早一点练拳。对，是很多都是小时候就开始，大概10岁之前就开始练。我最早打这个武林风的之前呢，就是在看翔哥啊，然后这些人的比赛，然后呢就是经常看比赛，经常从比赛中吸取一些自己能吸取的东西，再加上去自己现在比赛来到第3回合，刚一上来，我们中国选手哇漂亮，一记低扫直接将对方击倒在地。那看来这场比赛呀，我们中国选手将要继续他的不败战绩啊，他的 KO 战绩，因为他在一上来就对对方发起了更加快速的进攻，而且他的力度也相较于第2回合有所增加。那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巴西选手啊鼻子已经被打出血了，所以这场比赛他的 KO 的战绩啊将要在此终结。心理素质上啊，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比较不会怕。对，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加上意志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强，是撑了下来，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看他反击起来，也是啊。而且在他这个年龄呢，在他这个年龄能打成这样，我感觉很不错了。对，能坚持到这种程度。是。好，那个蓝方选手就说那个红方累了，其实常常双方教练都说对方累了，都会这样讲。对，也给自己的运动员，给己方的运动员加油打气。对，都是说啊，对方累了，然后加油。两位选手在最后一个回合啊，他们的体力倒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明显大的减弱的一个现象啊，反倒是我们中国选手啊越打好像越有劲儿的感觉。那这个巴西选手每一次进攻我们啊，他的拳现在打出来的力度真的远不如我们中国选手。这个顶膝抓的这是机会。杨卓啊，在比较紧急的状况就大口不起，调整自己。啊，不耻掉了，不耻脱落了。好，就是塞回去。对的，现在我们是塞回去了。啊，这个时间快结束了，没多少时间了。对。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蒙古东每次把对手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他都会面朝中立脚，然后看着底下的观众。对的。等着观众帮他加油，然后给他鼓劲。对。有可能要想一下，待会要怎么打。冷静冷静。对。现在比赛还剩最后的10秒钟，我们中国选手蒙国东看到对方这个体力啊下降到非常快，所以也是连续组合拳进攻对方。那现在巴西选手，哇，好的，这个巴西选手啊完全没有想到，竟然坚持到了最后1秒钟啊，哈哈，看来他没有被我们中国选手给终结。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说没有终结的场面，但我们中国选手还是赢得了比赛的。其实有好几次啊，将这个巴西选手击倒在地，并且重拳锤击的时候呢，这个巴西选手很多时候他其实也坚持不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的毅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最终坚持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尤其是在最后的一个画面，我们中国选手对着他猛输组合拳的时候，其实要不是比赛时间结束的话，他真的就能被我们中国选手 KO。好的，那今天这场比赛是我们中国选手蒙国东在点数上胜过对方，赢得了胜利，让我们恭喜蒙国东，恭喜！那本期视频也就先看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拜拜。